象棋业余8级到底是什么水平？大家今天不妨来测试一下自己。我们依然是急进中兵，快速进入棋局。黑方出车，红方也出车，黑方进卒，红方进车。此时黑方平风马，红方进兵，平炮对车，平车避让。可以说啊，互挺兵卒，平炮对车是急进中兵的基本走法。接下来退炮，红方急进中兵，平炮打车，平车避让。选择称势，再次中路进攻。黑方反击，红方上马，进卒吃掉，跳马踩马。那么在这里，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8进8卡住象腰，接下来平车过来，形成一定的攻势。红方上马先稳固后方，此时黑方的正招就是象3进5，红方上马吃掉。黑方关键的招法先退掉红方这个马，车1平3，红方退马吃掉中卒。好了，棋局发展到这里之后呢，前面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，这都是双方较量的开始。现在的棋友或者说有疑问的话，大家不妨结合前面视频内容一起观看一下。接下来该轮到黑方发起进攻了。此时黑方形成了一个5步穿草马，上马踩车，进炮打象。先前进车卡住象腰，抵住下2线，也是为后续做准备。此时红方仅此一步，平车拦住炮。黑方上马，红方进车吃掉。吃完之后，黑方再次上马。可以说先前在这里弃子就是为了接下来跳马卧槽杀棋，跳马挂角也是杀棋。那么红方仅此士4进5。当然前面有棋友提到为什么不能走士6进5呢？因为如果说这样走的话，黑方一上马的话，将军这里还抽车，同时车3平4是带着先手的，当然炮2平4同样形成攻杀。那或许在这里还有一个疑问，能不能平炮挡呢？这样的跳马挂角同样是杀棋。所以说他的公认的关招仅此一步，士4进5。走到这里，黑方依然是跳马将军，红方出帅，跳马吃掉车。好了，这里才是精彩的刚刚开始。那么接下来轮到红方行棋，红方退车吃掉卒。可能走到这里大多数棋友会认为，一旦红方这个车丢掉之后，感觉这个局势非常的被动，容易认输。实际上红方是非常具有攻杀的力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黑方怎么走。黑方现在是退车，首先我们看他有车8退3，还有车8退4，当然比较好的就是车8退4。首先我们看他车8退3的变化，这里将会出现非常精彩的地方。接下来红方进炮打车，可以说走得非常的凶猛，将计就计。那红方平车吃掉卒兵，既吃马又吃炮，岂不是非常妙呢？红方发起进攻，先平兵，这里就出现了非常隐藏的杀法。那接下来黑方进车吃掉马，这也是势在必行呐，因为不吃白不吃，你现在也没有什么攻势。但是这里一吃的话，黑方就后悔了。红方一平炮过来，黑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发展看。黑方接下来有进车砍象，还有退车抓炮2个变化。首先我们看进车吃掉象的变化，这是输棋最快的。此时红方在这里来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走法，当然进炮打象也是可以。突破我们思维的就是进车砍掉象，妙手入局。大家看看你会不会走出这一步棋？此时黑方能不能飞象吃车呢？如果说直接飞象吃掉的话，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暗杀。一跳马的话，中路有炮，先手将军，而且这个马的话是控制老将，他出不来。现在你这个象回不来呀。如果说象7进5，进炮底线闷杀，形成天地炮杀法，只能选择称势了，是撑到哪里都是重炮绝杀。
所以说在这里啊，弃车妙手入局，黑方他还不敢吃红方这个车。当然，黑方在这里还有比较顽强的手段，我吃你的车就有杀棋。那么在这里他选择了不吃车，反而选择进炮先手进攻。将来一退车的话，势必能够抽子。一旦断掉红方的二路炮，或者说拔掉中炮的话，这个棋啊还能继续往下走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必然要先避让一下，此时黑方再次推炮打。那这里如果说称是他再次进车，或者说回马，反而红方非常的被动，因为黑方是车马炮三子形成一定的攻势，再次率4进1，用这个炮格挡。接下来黑方退车。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再次进炮啊，或者说进炮打象的话，这里是不成立的。因为你接下来进炮下底，感觉这里一退车是有杀棋，但是他可以抢先品车砍掉炮，跟你交换啊，这个车啊就被黑方的象给吃掉了。所以红方先车离开险地，接下来进炮下底，造成一定的攻势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选择回马。好了，大家看看，今天非常关键的夜8测试就出现了这个局面。如果说你是夜8以下的话，你会怎么走呢？首先我们看红方必然是要进炮下底将军，黑方退象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接下来这一招棋啊，可以显现出你的真实水平。夜8以下肯定是会走这一步棋，进车砍掉象，因为接下来退车闷杀，平车砍士绝杀啊，这里帅啊形成千里照将。即便是你这里出将，那同样平车砍依然是个杀棋，退车同样杀，这里还有一个中路的高调马。所以说在这里这个杀法黑方是抵挡不住，看起来对红方来说诱惑力非常强，但是当你进车吃象的时候，黑方是有反杀的。平车砍掉炮，先手一将军，红方飞象吃掉。因为如果说你不吃的话，这里退的话，这里一跳马的话，将来同样有杀。那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依然是退马，反而黑方捷足先登，马炮弃车快杀，显然快红方一步。所以说这里啊是非常的关键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真正的高手的走法。当然前面的话可能夜8以下会这么走，当然也说不定还有隐藏的高手。那红方正确的招法就是先撑一步士，平炮打车，让黑方啊做出一定的策略。黑方选择平车吃掉士，接下来红方进去砍掉象。那么为什么现在吃象就成立呢？因为此时黑方这里是没有杀棋的。比如说你现在再平车砍掉炮的话，那现在很明显给你吃掉，你这里回马的话，这个炮发挥不了作用。当然在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，我现在不平车吃你这个炮，我回马将军呢？如果说跳到底线的话，那显然是不成立的。此时这里将军你现在务必得退呀，接下来平车砍炮显然是来不及，这里退车就是一步杀，要么就是连续将杀，此时退下来再次进车。红方非常的关键，就只需要走这一步棋。现在黑方没有连杀，反而红方是一步杀，中路有炮形成牵制，他的双士啊动不了，眼睁睁的看着红方退车杀棋。这一步棋啊可以说啊先防守再进攻，还是直接进攻呢？可以检测出我们真实的夜8水平。大家觉得你是在之上呢，还是在之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说弹幕上面留言。我们返回到先前的局面，显然黑方贪吃红方这个象的话，形成低位车，将来不好防守。那他还有第二个走法，选择退车。这里很明确，
这个车的位置比较好，在高位的话，将来咬着红方这个炮，但是红方接下来既可以先进炮下底形成天地炮，当然还有更加凶猛的走法，直接破象入局。黑方要不要吃掉红方这个炮呢？此时你吃不吃的话，红方都有进炮下底，没有理由不吃它。红方进炮下底一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退象，此时进车砍掉。接下来退车是杀棋，平车砍士同样杀，因为这里千里照将，即便是你平车过来跟住炮，也是来不及，直接一步杀棋。那么现在红方没有了当头炮，黑方唯一的仅此想解杀的话，只能选择乘势。当然这里是不能出将的，如果出将，退车杀棋，平车砍士，既带着抽车，同时又杀棋，这个高调马显然太厉害了。那么黑方接下来仅此唯一的招法就是乘势，他士五进六和士五进四相差无异。此时我们就看士五进六的变化。那么这里红方显然是退车要抽他这个车，要么将五进一，要么士六进五。好了，这里平车先吃掉一个炮，还打着车，是一个先手，将来既可以平车抓炮，还有控制黑方的这个马。显然这样一吃的话，红方是车马炮兵4个大子，黑方可能只会剩2个子。当然这个车还是在劫难逃，你比如说车3进1的话，红方再调转枪头过来，依然还可以再次抽车。这样走的话，显然黑方是亏到血本了。当然我们返回来，这里在抽车的时候，当红方退车抽的时候，黑方还有第二个走法，选择将五进一。你平炮打车的时候，我这里平车吃你的，你平车吃的话，我这个车还可以逃一步。但是红方这里是不会吃的。大家也同样再次测试一下你的水平，看你能不能看出这里还有更好的杀棋呢？接下来红方调转枪头进车一将，黑方仅此一步将五进一。当然这时候平炮打掉车也是可以，但是还有比较好的走法，退炮一将军，仅此一步退士，上马一将，马炮组合，再次乘势，接下来回马，马炮双将，绝杀无解。好了，棋友们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一局，尤其是最后的杀法，攻杀与反攻杀隐藏的潜力，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精妙呢？如果说觉得还不错，欢迎评论区点赞，强烈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棋友们。各位棋友，今天将要为大家介绍左马盘河更加积极的走法。相对于前面2局比较平稳的局势，这一局更加具有爆发力。红方平炮，黑方上马，红方也上马，黑方抢先进卒活通马路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。黑方抢先上马，马2进3的话形成双正马，那这里就破坏掉了红方平车过来压马的局势。现在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兵7进1，防止黑方卒3进1的话形成2头蛇，将来这2个马任意一个马能够盘旋而上的话，针对于黑方来说都有突破力。那么现在黑方选择上马，这里就形成了红方当头炮过河车，黑方以左马盘河基本的形式来应对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，红方既有炮8进3这个偏门的走法，当然它比较好的就是马8进7。走到这里之后，前面2局它比较平稳的局势都是黑方进卒，那这样的话进卒打通3路，回马踩着车，2个局面相对而言发展的比较平稳。本局我们就看黑方更加积极的走法，车1进1。这步棋将来既有车1平6，还有车1平7，接应这个马往前发展。那么现在这里走完之后，红方目前来说这个子力他2个马不好活通，他选择了中路进攻，采取兵5进1。
如果黑方这里不仔细的话，接下来再兵5进1，首先说明这个马在这里立不稳脚，同时它还有打通中路，将来2个马能够快速围攻上来。此时黑方选择进卒，回马踩着车。那么红方既有退车抓马，还有平车抓马。今天我们再次先看退车抓马的变化。如果说进卒吃兵形成简单交换的话，那这里局势相对而言比较平稳。黑方在这里采取一个稳中求胜的走法，选择上马吃兵，这里还咬着红方这个炮。红方平车捉双，那么走到这里就和前面稍微与众不同了。前面2局黑方选择的象棋进9，这里将来吃完之后出车进行腰对对车。但是这一局黑方走的比较积极，车8进1，首先说明红方他还不好进车吃象，因为你吃完之后车1平车，这里要跟你对车。如果红方这个先锋车被对掉之后，显然黑方这里既有上马吃炮，还有进卒威胁红方这个马，他老家这个车显得比较被动，这个局势显然黑方占大优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采取稳妥的走法，退车吃卒，但是黑方依然有这么强硬的手段，还是跟你过来对车。这里对的话，他来不及吃马，同时也不能闪开呀。如果说闪开的话，上马踩炮，无论你炮打还是象飞，都有进车吃马，红方显然丢子，那只能采取强行对掉车，黑方平车吃掉车。吃完之后，首先说明他这里还不好冲兵。如果说这里上马的话，同样这个马还是可以把你这个炮给咬掉，然后再次进车控制2个马，使得红方子力稍微被动。那么首先我们看本局他采取冲兵的话，打通中路稍微有点威胁，那黑方只能选择果断拆掉你的后台，红方平炮再打掉马，黑方进车吃掉马。显然这一轮交换完毕之后呢，红方中路稍微有点优势，但是呢他是少了一个大子，进兵吃掉这里一将军。但是我们这里也不用担心选择称势，你这个兵不好再下来吧。如果说有攻势的话，再次将5平6即可化解。同时黑方接下来非常的有进攻的优势，进车吃象，还有进炮到底，形成单车炮一定的威胁之势。那么现在红方他好不好上马呢？我们这里也不妨为大家演变一下，如果说这里上马的话，黑方退车，现在这个马就比较尴尬的话，而且是前去无门。同时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一下，黑方他还有一个可以直接抓马。你现在如果说上马的话，再次抓，一旦马离开中路，他在这里站不稳脚的话，即刻上马踩掉兵。好，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分析。当然棋局红方在这里走法选择了兵5平6，意在将来威胁吃卒，然后威胁黑马。那么这里走完之后，红方正好来一个反架当头炮，来一个反手将军。你现在还不好上马呀，如果说上马的话，那么好的正好退车抓马，这个马走不开，他只好选择称势。接下来红方子力目前来说他出动还比较被动，黑方在这里选择一个进炮，炮2进4，这一步棋意在何为呢？将来平炮有炮2平8，还有炮2平7，既有打底象，还有进炮到底，形成天地炮的走法。现在红方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选择想办法要把这个炮拦住。显然这个车是来不及了，选择上马，这里既拦住炮，又是中路有对着炮，还有上马踩着车。黑方选择进车吃掉象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，大家可以仔细的发现，现在红方看起来中路有一点点攻势，但是黑方这个炮是瞄着一路兵的，只要这个炮能够过来的话，和前方这个车汇合，那红方
即将会形成闷杀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里红方采取稳妥的走法，果断采取交换掉，因为你不打我的话，下一步棋我这里还要打你。打完之后，黑方飞象。为什么他选择进炮打而没有选择上马呢？这里可能大家是认为最大疑问的地方。我们在这里不妨看一下，他如果说上马的话，仅此马五进四，或者说马五进六。比如说马五进四的话，那这里退车抓，这个马就显得非常的尴尬，你只能再退回去，或者说马四退六，再次平车抓，这个马显得非常的可怜。当然呢，我们在这里同样，他如果说马五进六的话，将来有平兵吃卒的话，威胁马呀，那么黑方同样是有退车过来，先手抓马。你即便是跳的话，这个车没有出来，同时黑方老将随时可以摆脱这个卧槽马的干扰。所以说红方这里上马的话占不到任何便宜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看，先前不行，现在红方又该如何采取反击呢？实则红方已经落入了后手，他现在出车抓炮反而帮助红方，帮助推波助澜。比较勉强的就是车9进2，快速把这个车走出来，黑方平炮打掉兵，意在进炮下底。红方苦于无奈，要么平车对车，要么平车拦住炮。首先说明平车对车的话，黑方这里可以采取果断措施跟你对掉，对完之后这里是马炮有2个大子，即便是你有一个过河兵呢，你威胁不到黑方这个马。当然他比较稳妥，就是先拦住炮，此时黑方退炮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个棋局之下，红方发现大势已去，因为黑方目前来说阵型比较平稳，同时车马炮3子进多1个大子，这个小兵又威胁不到，马又上不来，你上马的话我就退车，这个马在这里立不稳脚，将来还有退车捉兵的这样一个先手优势。所以说在这里黑方的左马盘河应对的非常巧妙，尤其是车1进1的话，形成霸王车，对掉对方的有生力量，这个手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的这个有弹性的走法首局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。各位棋友，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左马盘河新的内容。本局棋围绕着这个7路卒一路横冲直撞，直逼9宫，究竟如何精彩呢？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。黑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黑方上马形成双正马，红方冲兵，黑方左马盘河，红方马8进7。前面这都是普招的走法，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。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采取车1进1，这种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稳妥。红方发起中路进攻，黑方挑起战端。这里进卒回马踩着车，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车跟着马。黑方进卒吃掉兵，红方再次进兵。当然为什么没有逃马或者说退车吃马，这个变化如果说棋友们有疑问的话，不妨结合前面内容一起观看一下。走到这里，黑方继续进卒吃马。如果说寻求交换的话，有一个先锋小卒势必有一定的小优势。红方进兵吃掉中路卒，打通中路，先手将军，黑方称是退车顺手吃马。此时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1平4，占据内道线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再次结合前面一点小的内容，我们继续看马7进5。这里炮打着卒，马踩着卒，可以说这个小卒一旦消灭掉，红方就没有后顾之忧，完全可以全线火力进攻。然而黑方比较顽强，依然是进卒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前面我们有讲过，此时红方上马的话，黑方平炮上马踩掉兵，这里红方得不偿失。本局棋红方采取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走法，车9进1。
主要目的既平车赶着卒，同时也是将来车9平3、车9平2，或者说车9平4，左车右调，实行一个对他底线空虚进行防守。然而黑方在这里小卒直接吃掉底象，这里威胁红方的士。那么当然呢，这里棋局的走法既有平车过来形成霸王车，也有车9平2形成一个牵制。当然在走这个变化之前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变化。现在你这个小卒进底了，红方能不能上马呢？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分支变化。如果说上马，这里既威胁着马，同时还有平炮打着车，看起来也很不错啊。你这个小卒在这里，我随时车可以调过来，实际上这个走法都在黑方的计算范围之内。那么此时黑方依然是上马踩着兵，踩完之后红方平炮打车，这步棋看起来很不错啊。那现在打着车的话，那黑方又该如何抉择呢？这里黑方有一个好棋，平卒吃掉士，先手来一个将军。那现在如果说退车吃卒的话，那显然我们进车吃马，吃完之后这里还吃着炮，那当然红方是平帅吃掉卒。同时这里帅和车形成千里照将，中路有炮的加持，能够形成呢铁门栓杀棋，看起来非常的危险。实际上黑方这里来一个将计就计，先平炮，反手来一个将军。那现在如果说你平帅进去的话，那这里进车一将，再退车一将，可以抽你的车，同时这里可以先弃车砍马。那在这里红方肯定是不服气的，有炮不吃，这肯定是不合适。吃完之后，这里依然是进车底线杀棋黑方此时来一个飞象，这里可以说通过弃子巧妙诱直深入，既把红方这个帅诱出危险位置，同时又把这个车引到黑方的包围圈。此时平炮打车可以说恰到好处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它能不能直接吃象呢？或者说直接进炮打象？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你进炮打象，看起来将军不错，但是这里称士就把这个车吃掉了。吃完之后，这里还有先手将军，然后抽他这个9路车。所以说红方在这里稳妥起见，这个车也不能吃象。如果说吃完之后呢，那显然这里进车吃马。现在无论你吃马还是吃炮，我这里都可以点将，然后再把这个车给抽掉。因为你吃完之后，我进车吃马，这里象吃着车，这个车务必得逃，无论是吃马炮都会把这个车抽掉。抽完之后，黑方两个车相对而言躲到隐蔽位置，你这里想抽也抽不到。好，这个变化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。那红方想保留实力的，他比较顽强的走法就只能选择退车，这里见好就收。白吃你一个炮，现在我依然退居防线，守着这个马，同时将来还有炮瞄准中象，看起来很不错可以说居离险地。但是黑方有一个先手将军，然后在这里黑方其实此时这个进炮要打车，感觉红方始终有这样一个棋，但是可以先手进车，先弃后取。那这时候你不吃好像不可能，平车吃掉。此时退车一将军，好了，把9路车给抽掉了。抽完之后，这个棋局看起来红方是双炮，黑方是马炮，黑方明显子力稍微兵种齐全一点。那这时候平车过来抓马，但是黑方一回马的话，这个阵型相对而言非常的稳固。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也是黑方非常的占优。首先说明红方这个帅位不安，暂且不说，他单缺士象。同时黑方有马炮、将来以及车马炮组合比较灵活，同时进攻性更加的强。所以说这个变化红方看起来有凶猛的进攻，实则完全被黑方死死拿捏。
看来红方直接上马这个变化完全在黑方的掌握之中。那么接下来红方在这里另生一计，选择了一个车9平4。这步棋可以说来势汹汹，而且攻守兼备，既形成霸王车护住底势，同时将来马跳开或者摆兵的话，能够形成中路有炮，内道有双车，双车砍底势，绝擒铁门栓。那么黑方接下来又该如何行棋呢？这里换作我们常规想法的话，可能就大事不妙了。然而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将计就计，进车，这里捉马。那显然红方这个马本来就要跳开的，然而这里还来了一招赶鸭子上架。那么红方直接马5进6，既隔断车，同时这里也是叫杀。那么看起来黑方非常的危险，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黑方依然采取一个小卒入9攻。那这里一将军的话，现在首先说明红方不能用帅吃，如果说平帅吃的话，那这里进车一将军的话，红方只能退炮挡枪，接下来平炮，这里既拴住双车，同时进车底线杀棋。那现在即便是你摆兵的话，这里依然可以平炮中路，同时也可以飞象补后中路。红方没有杀，反而黑方这里有双线叫杀，红方的进攻战线完全被黑方立刻瓦解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还得要小心了。我们返回到棋局，那红方在这里比较稳妥的走法，也只能选择退车吃掉。此时黑方采取一个平炮牵制，我这里是截成担子炮啊。现在红方要不要吃马呢？这里看起来这步棋很不错，然而这里是炮打着车，红方采取一个车4平3，这里同样是形成牵制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也不管这个马了，因为这个马一旦动的话，两个担子炮立刻战线被破坏。此时车8进8，这步棋将来甩车过来形成叫杀。那么这里有两个走法，棋局并没有涉及到，比如说退炮拦住车，或者说我士6进5拦住车，这样行不行呢？首先我们看，如果说退炮的话，此时黑方一上象的话，这个阵型显得完美无缺。你现在上马吃的话，我平炮打；进卒吃象的话，我飞象吃，同时还有平炮打掉中兵，来一个反将。这样的话，红方反而得不偿失。当然，如果说称势的话，黑方这里有进车双车夺势，同样对红方形成一个不妙的走法。因为这里双象双势，同时还有截成担子炮，始终红方进攻不了，贴不了身。所以说红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先下手为强，上马吃掉。因为吃掉一个马，同时这个马也是形成将来一定的威胁。中路有炮，内道有车，加上这个马的话，形成3线作战，看起来非常凶猛。实际上这个走法完全是给了黑方的一定机会。那么这时候甩车过来，双车砍底势就是杀棋。首先说明这里红方不能称势啊。如果说称势的话，黑方一平车捉象，那这里红方是要吃亏的。仅此一步飞象，那么好了，这里进车的话，这里吃着双炮，双炮一旦丢失一个的话，那红方这个战线进攻显然就显得无力了。所以说在这里当我们双车夺底势的时候，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8退2，用炮来守住这个底势。这时候黑方采取一个顿挫走法，平车吃中炮，这里车卡住象腰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。这里既补后中路，既有吃兵，又有将来吃炮。那么现在红方也只好选择车3进2看守住。此时黑方稳妥一手，象7进5，这里打着马，这个马前去无门，后退无路，他只好选择上马踩势，
寻求交换，先破掉你顽固的阵型，将来双车在一侧的话，能够形成一定的攻杀。黑方称是吃掉，接下来目的就要退车吃小兵。红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直接往前进攻。黑方飞象吃掉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，大家会发现双方子力兵种都是一样，红方残缺士象，黑方也相差无恙。那现在到底是哪一方更加占优势呢？这里明显是黑方比较有优势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，炮被车牵制，然后这个3路车又动不了，黑方结成担子炮，阵型非常的稳固。那红方此时采取了一个车4平2，因为他现在能走的也就是这个车，这个8路炮也是同样不好动。那么好了，他走到这里之后，接下来这步棋啊，黑方走出了一个惊天妙手，大家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。如果说你能够想出来的话，可以说啊，你的残局功夫、运子技巧也是相当的一绝。我们话不多说，黑方来了一个飞龙在天，这里飞象挡住车，同时也不怕你进车底下来将军，我这里随时可以退炮。那么为什么要飞象呢？主要是为炮2平5做准备。一旦黑方能够架起当头炮的话，势必红方这个炮不稳。那么你这里如果说出帅的话，将来也是有一定的危险。所以说红方为稳妥起见，先手称势，黑方平炮。那么这里很明显，你不打我的，我下一步棋就要打你的，红方只好先选择下手为强，进炮打掉。黑方退象吃掉炮，吃完之后，接下来双车夺底夺势啊，就是个杀棋。如果说出帅的话，反而平车啊占据中心，红方只好退车防守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接下来黑方走出了一步棋，红方就只好缴械投降了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或者说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。这时候黑方来了一个平车抓炮，显然这个炮啊不好走了。现在炮往哪里去呢？只能选择离开。离开的话，那这里进车捉双，吃象就是个杀棋。那么棋局发展到这里啊，也是因为黑方多子占优，红方一旦丢掉炮，可以说后续进攻无力。当然这里残缺士象，很容易遭到黑方双车错的杀法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个小卒入9宫，可以说引入导火索，最终为我们展现出精彩的棋局。棋友们有什么想法或者好的建议，欢迎打在评论区里面交流。非常感谢朋友们，还请朋友们多多点赞，强烈推荐一下，非常感谢。